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将向大家解读这本叫做《果糖中毒19亿人过度肥胖的世界是如何产生的》畅销书。根据美国顶级医学院教授从229篇论文中得出的结论，混合饮食存在问题。当问到肥胖的原因时，很多人会说这是由于能量摄入和消耗的不平衡，摄入过多的卡路里或运动不足导致了肥胖。然而，即使在卡路里限制和健身运动如此流行的今天，全球的肥胖率和肥胖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仍未得到改善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谜团：为什么在短短30年内，肥胖在全球范围内如此迅速蔓延？为了忙碌的大家，我会用一句话总结这个结论，那就是果糖是问题所在。如今，果糖已经渗透到全球几乎所有的食物和饮料中，成为了一种有害物质。与此同时，果糖正在慢慢地使我们走向死亡。这次的书籍引用了美国顶级医学院教授从229篇医学论文中得出的结论，非常值得一读。如果觉得这段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并对这个主题感兴趣，请您观看到视频的结尾。这次我会尽量将内容解读的清晰易懂。以下是本书的主要章节内容。第一章，在过去的100年间，我们摄入的果糖量增加了6倍。第二章解释了果糖如何促进癌症的发展。第三章，我将解释如何识别隐藏的糖分，以及如何避免果糖的饮食方法。通过观看这个视频，你将了解为什么人类在过去30年突然开始变胖，为什么不管我们如何节食都无法减肥，以及如何摆脱糖分，实现健康的减肥。请坚持观看到视频的最后。现在让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，我将解释我们过去100年间摄入的果糖量增加了6倍的问题。在这个频道中，我之前介绍过很多与饮食相关的书籍。由于作者立场的不同或者健康定义的差异，有些书籍提出了相互矛盾的饮食方式。然而，我介绍过的大多数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揭示了卡路里神话的错误。这是一种关于卡路里摄入的神话。世上仍然存在0卡路里饮料和卡路里限制等，它们基于一种误解，即减少卡路里摄入量就可以减肥。这种卡路里神话认为卡路里是可量化的，认为来自任何食物的卡路里都起到相同的作用。肥胖与否取决于卡路里摄入和消耗之间的简单平衡关系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肥胖并不是由简单的卡路里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关系决定的。例如，要消耗1块巧克力饼干的卡路里，你需要慢跑大约20分钟；吃一个巨无霸汉堡，你需要骑自行车4个小时才能消耗掉这些卡路里。然而，确实有一些人即使吃饼干或麦当劳也不会发胖，但他们每天都进行20分钟的慢跑和4小时的骑自行车运动吗？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，那他们可能是未来的奥运选手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，肥胖并不只是由多余的卡路里来解释。其次，如果所有食物中的卡路里都起着相同的作用，那么摄入脂肪的结果也应该相同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你吃含有大量反式脂肪的黄油，还是富含健康欧米茄3脂肪酸的新鲜鱼类，结果都应该是一样的。即使吃新鲜的鱼，结果也会一样。所有的脂肪都会释放出每克9000卡的能量。然而，不同脂肪的质量并不相同。有些脂肪具有抗炎症作用，是好的脂肪；而有些脂肪会导致心脏病和脂肪肝，是不好的脂肪。同样的，蛋白质中也有高质量的蛋白质，例如鸡蛋，这些蛋白质能减少食欲；而低质量的蛋白质，例如汉堡肉饼，则含有大量与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症相关的支链氨基酸。同样的，碳水化合物也有不同的种类。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2类：淀粉和糖类。淀粉由葡萄糖组成，口感不太甜，是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来源，因此是碳水化合物中质量较好的部分。另一方面，糖分有多种类型，其中最为危险的是果糖。果糖是一种糖中最甜的糖类，
蔗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分子，包括果糖和多种异构糖。异构糖主要来源于玉米制成的高果糖玉米糖浆，果糖含量低于50%的被称为葡萄糖果糖液糖，含量在50%到90%之间的被称为果糖葡萄糖液糖，而果糖含量在90%以上的则称为高果糖液糖。这些内容可能有些复杂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详细探讨果糖带来的危害。第3个问题是我们所食用的食物种类。表面上看，我们似乎比以前吃了更多种类的食物，然而实际上，我们并没有在所有方面都摄入更多食物。有些食物的摄入量增加了，而有些食物的摄入量减少了。了解哪些食物的摄入量发生了变化，可能有助于找到阻止肥胖全球大流行的关键。美国农业部记录了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素摄入情况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尽管现在肥胖全球大流行，但蛋白质和脂肪的总摄入量仍然相对稳定，总卡路里摄入量增加了。这意味着一定有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增加了。通过查看碳水化合物的数据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实际上，碳水化合物在总卡路里摄入量中所占的比例，在过去30年中从40%增加到了55%。虽然我们摄入的2类碳水化合物淀粉和糖分都在增加，但淀粉在总卡路里中的比例仅从49%增加到了51%。然而，糖的摄入量从8%增加到了12%，在儿童中甚至达到了总卡路里摄入量的15%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比以前摄入了更多的糖分，尤其是果糖。作者认为，在过去30年间，我们摄入的果糖量增加了2倍，而在整个20世纪，这个数字竟然增加了6倍。这表明全球肥胖问题的关键在于果糖。目前广泛流传的卡路里神话存在以下3个矛盾点，这些矛盾点支持了一个假设：近期全球肥胖增长的原因可能是果糖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在第2部分详细探讨肥胖与果糖的关系。我们将探讨果糖加速发胖的真正原因。历史上成功的饮食方法都是限制糖分的饮食。糖是人类已知最成功的食品添加剂之一。食品行业为了提高口感，添加了糖分，这使我们更愿意购买这些食品。由于糖的成本低廉，全球绝大多数加工食品中都以某种形式加入了糖分。许多营养学家认为糖属于空卡路里，即几乎不含营养素的卡路里，并将其视为淀粉的替代品。然而，糖与淀粉不同，带有特殊的代谢负担。糖的成分中一半是葡萄糖，一半是果糖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糖赋予了食物甜味，这正是我们的身体最终渴望的分子。总的来说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原因在于果糖。糖表面上是碳水化合物，但实际上可以说是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的混合体，因为葡萄糖代谢后变成碳水化合物，而果糖在肝脏中代谢后转化为脂肪。如果你感到饥饿且能量耗尽，摄入糖可以迅速补充肝脏中的糖原储备，这对你来说是有益的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并没有经历饥饿或现代能量匮乏的问题。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适应如今充斥着糖分的环境，结果是糖分正在慢慢地损害我们。的确，在过去像丛林那样能量匮乏的环境下，摄入糖分可以增加糖原储备，帮助我们度过饥荒。因此，糖分在那时是有效和珍贵的。在现代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，糖分却带来了许多问题。如之前提到的，果糖在总卡路里摄入量和整体摄入量方面，在过去几十年中激增。如今，美国人每天消耗约184克糖分，全年消耗超过60公斤。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，美国人中有50%每天饮用含糖饮料，5%的人每天饮用4罐或更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并非只是在过量食用各种食物，更准确地说，我们过量摄入了糖分。我们摄入的糖分不仅在增加，而且每天的总卡路里中糖的占比也在上升。
我们摄入的总卡路里中有20%到25%来自糖，约相当于22茶匙糖。这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。在自然界中，糖从未单独存在，它总是与无害的葡萄糖分子一起存在。这两种分子在化学结构上相同，但性质却截然不同。果糖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危害比葡萄糖要大得多。第一点，让我们思考一下梅拉德反应，这是将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转化为糖化血红蛋白的反应。糖化血红蛋白是诊断糖尿病的重要指标。研究发现，果糖比葡萄糖更容易引发梅拉德反应，反应速度是葡萄糖的7倍。梅拉德反应不仅是糖尿病的原因，还可能加速全身细胞的老化，引起癌症、认知功能下降等一系列老化过程。第二点，最近有许多研究表明，果糖是代谢综合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为了更好地了解果糖的危害，我们可以看看120千卡路里的蔗糖。让我们考虑摄入60千卡的葡萄糖和60千卡的果糖，这相当于1杯橙汁。摄入60千卡的葡萄糖会分解成12千卡的葡萄糖和48千卡的脂肪，12千卡的葡萄糖会被送往肝脏，而果糖则主要在肝脏中代谢，而不像葡萄糖那样在全身各个器官代谢。因此，肝脏将接收到12千卡的葡萄糖和60千卡的果糖，总共72千卡的热量，这是单独摄入葡萄糖的3倍。果糖特有的代谢方式可能导致与代谢综合症相关的各种问题。第三点，果糖代谢会产生尿酸，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和痛风。其次，由于果糖在肝脏中的代谢量是葡萄糖的3倍，因此肝脏需要消耗3倍的能量来代谢果糖，这导致肝脏细胞中重要的化学物质腺苷三磷酸 ATP 被大量消耗。ATP 的缺乏会导致代谢废物尿酸的产生，引起痛风和高血压。过多的尿酸还可能引发其他健康问题，因此过量摄入果糖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。第四点，果糖直接进入线粒体，导致其超负荷。果糖不参与糖原合成，而是直接进入线粒体，产生过量的乙酰辅酶 A， 超出线粒体的代谢能力。随后，这些多余的乙酰辅酶 A 离开线粒体，转化为脂肪，从而增加心脏病的风险。第五点，果糖会导致肝脏对胰岛素的抵抗。果糖在肝脏中激活炎症酶，使胰岛素信号的细胞信使失活，从而导致肝脏对胰岛素的抵抗，这导致血糖水平升高，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。由于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，血糖无法得到有效控制，最终引起血糖水平升高，进而导致糖尿病的发生。接下来第六点是内脏脂肪的增加。当肝脏出现胰岛素抵抗时，胰腺必须分泌更多的胰岛素，使得多余的能量被送入脂肪细胞，最终导致肥胖。第七点是癌症风险的增加。高水平的胰岛素被认为会增加各种癌症的风险。第八点是饥饿感的增加。高胰岛素水平会干扰瘦素信号，使大脑下丘脑产生饥饿感，从而增加饥饿感。第九点是肠壁屏障功能的削弱和胰岛素水平的升高。果糖可能会损伤肠壁屏障功能。正常情况下，肠道可以阻止细菌进入血液，然而肠壁屏障功能的破损可能导致肠壁出现小孔，从而引起体内炎症和更多的氧化压力。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胰岛素抵抗，提高胰岛素水平。第10点是梅拉德反应的加速，加速癌症的发生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果糖引发梅拉德反应的速度比葡萄糖快7倍。一些研究表明，这可能会加速癌症的发生。最后一点是认知症的发生。胰岛素抵抗与认知症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。果糖的摄入增加了胰岛素抵抗，这间接提高了患认知症的风险。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。内容解释可能有些复杂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请随时提问。只要你明白果糖对身体的不利影响，这就足够了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我们日常摄入过多的果糖，不仅导致肥胖，
还增加了患癌症和认知症等多种疾病的风险。如今，果糖广泛应用于各种加工食品中，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减少摄入，否则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完全避免果糖的摄入。在接下来的段落中，我们将探讨如何减少过量摄入果糖，以及保持健康的方法。希望这些信息有助于您理解现代人过量摄入果糖的问题，以及它对健康的严重威胁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探讨减少过量摄入果糖的方法，以及如何恢复健康。成功的饮食秘诀在于低糖和高纤维。您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普通，但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重大陷阱，那就是人工甜味剂。乍看之下，饮食甜味剂似乎是糖和异构糖的绝佳替代品，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增加卡路里的情况下提供甜味，并减少糖的摄入。这与肥胖流行有关，人们正逐渐依赖于饮用减肥饮料。到2010年，美国可口可乐的销量中有42%是减肥产品。然而，没有任何研究表明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的饮料能帮助肥胖者减肥。另一方面，人工甜味剂被认为存在以下潜在风险：一、对身体的影响未知。目前关于这些饮食甜味剂对长期饮食、体重、体质和健康状况的影响仍然不明确，因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不要求提供相关信息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批准甜味剂时，仅研究其短期的安全性和效果。二、人工甜味剂的第二个风险在于其对大脑的影响尚不明确。人工甜味剂通过欺骗大脑产生甜味的感觉。摄入人工甜味剂后，甜味信号传递到大脑下丘脑，下丘脑通过迷走神经命令胰脏分泌胰岛素。然而，由于没有糖分到达，下丘脑发出的命令无法实现。这种欺骗长期对大脑产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。三、风险是人工甜味剂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的构成。有人担心饮食甜味剂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，导致炎症和内脏脂肪的堆积。四、风险是人工甜味剂可能加剧对糖的依赖。摄入糖分会降低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，导致下次想要获得相同效果时需要摄入更多的糖，进而导致糖成瘾。类似现象也可能出现在饮食甜味剂中。换句话说，人工甜味剂可能会导致即使不摄入糖分也形成糖成瘾的情况。这本书多次强调了人工甜味剂的危险性。为了健康着想，无论是果糖还是人工甜味剂，都应该尽量避免。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依赖人工甜味剂。作者指出，控制自己食物环境的关键在于购物时的选择。因此，当我们去超市购物时，需要注意什么呢？超市中隐藏着许多含有糖分和人工添加剂的产品。作者建议遵循以下购物规则。在超市购物的第一个规则，不要在空腹时购物。重要的是，不要在饥饿的状态下去超市。第二个规则，直接前往生鲜食品区，尽量在超市的边缘区域购物，因为那里有新鲜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和鱼类等。第三个规则，选择没有标签的食品。真正的食物无需营养成分表标签，因为它们是天然的。看到标签越多，说明购买的可能是加工食品。这些规则旨在帮助我们在购物时避免不必要的糖分和添加剂。在超市购物的第四个规则是避免购买不会腐烂的食物。听起来很直观，但真正的食物是会腐烂的。这实际上是好事，因为如果细菌能消化这些食物，你也能消化它们。超市购物的第五个规则是要留意隐藏的糖分。糖分往往被巧妙地藏在食品中。在营养成分表上，食品的原料会按照含量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，但通过使用不同形式的糖分，食品制造商可以在食品中分散大量糖分，从而隐藏它们。这使得总糖量保持不变，但在标签上的排列顺序可以向后移。食品行业为了隐藏必须在标签上注明的糖分，至少使用了40种不同的称呼。然而，仔细查看营养成分表，你总能发现这些隐藏的糖分。既然你已经掌握了去超市购物时的注意事项，
接下来，我将按惯例列出可食用食品的清单。然而这次，我不会像往常一样列出长长的可食用食品清单，因为这可能让观众感到无聊并关闭视频。所以今天我只会精选最重要的部分来分享。本书在许多饮食指南书籍中属于相对温和的类别。若要全面涵盖本书的所有内容，会涉及到庞大的可食用食品清单。减少糖分摄入的关键是完全排除日常生活中的含糖饮料。记住，碳酸饮料就像烟草中的尼古丁，是糖分的载体。果汁比碳酸饮料更糟糕，因为碳酸饮料含有 5.4 勺糖，而果汁竟然含有 5.8 勺糖。因此，请避免喝果汁，而要直接吃水果。接下来，请重新审视您的食谱，减少糖的用量。如果食谱中需要糖，请将其减少到原来用量的2/3，这样您就可以制作出健康美味的自制烘焙食品。减少糖分的使用还能让巧克力、焦糖和坚果等自然风味更加突出。最后，只在特殊场合食用甜点。作者提到，他童年时甜点是每周只吃1次的。如今人们不仅每餐都吃甜点，甚至还有零食时间。平日的甜点可以是一份水果，而周末则可以作为奖励，享用更加精致的甜点。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，带有营养成分表标签的食品意味着它们是加工食品。查看标签栏，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是总热量，但正如之前所述，热量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指标。在营养成分表上，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以下几点。如果食品是液体形式的，糖分含量必须低于5000卡路里，但不含糖的牛奶除外。如果食品是固体形式的，必须含有3克以上的膳食纤维。如果标签上出现部分氢化字样，这意味着食品是通过反式脂肪酸加工而成的。这种食品可能会缩短你的寿命，让你寿命变短。如果存在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高糖食品，这些食品应该仅作为每周1次的甜点来享用。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段视频有些难以理解，我在阅读时也觉得有些难度，但这本书是基于各种研究论文撰写的，非常优秀，因此有些难度是正常的，它值得我们去理解。通过学习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果糖对身体健康的危害，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